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曼达。最近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如果撞上生理期就会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心情也会很烦躁的。其实这个时候可以试下做个小甜点因为本来生理期就会有一点想吃甜食，而做的过程我觉得还挺解压的。首先来做个特别简单的红糖姜撞奶。其实姜撞奶是个特别讲科学的小吃，利用生姜里的凝乳酶和牛奶里的蛋白质加热后起反应，形成豆腐脑一样的质地。姜不能选太嫩的，嫩姜的凝乳酶含量不够高。怎么看呢？擦姜的时候如果能擦出这种很长很结实的纤维，就说明这姜够老了，可以用了。姜泥过下细筛，挤出姜汁。姜汁要现挤现用，我放久了还会失活的。同样的，这个姜呢，你要用新鲜的，不能够用那种被遗忘在冰箱里头好几个星期的姜，它一样会失活。就凝乳酶真的是个很难伺候的成分。其实传统的广东做法呢，会用小黄姜和水牛奶，因为小黄姜的水分含量很低，它的凝乳酶的含量就会比较高。然后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呢，也比普通牛奶要高。但是普通的姜和牛奶也是 OK 的。如果你担心你用的牛奶它的蛋白质含量不够高呢，可以在里头加一些奶油或者是奶粉。牛奶加糖，加热到75度左右，立刻倒入姜汁中，这样撞一下，盖个盘子等一会儿，就能看到牛奶变成了嫩嫩的姜撞奶。讲到这儿，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已经妥妥的把姜撞奶这个东西拿捏了？肯定屡试不爽了，对吧？其实跟你们说，按我个人的口味，我曾经说过我更喜欢冰的姜撞奶。我记得我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大堆人说我没有常识，因为姜撞奶必须是热牛奶做，没有冰的这回事情。我当时就痛下决心，我某一天一定要拍一个视频告诉你们，姜撞奶虽然是要用热牛奶来做，但是你做完了之后拿去冰再吃，一点毛病没有啊。就好像你用鸡蛋做完鸡蛋羹拿去冰，它也不会变成鸡蛋一样。这个时候，广东的朋友应该已经拍案而起了。先别走，传统加白糖的姜撞奶呢，我确实喜欢冰过的，因为姜辣味会变得不明显。对姜味耐受度比较低的人可以试试。而加红糖的姜撞奶，我会吃热的，会有温暖加倍的感觉。然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坑。牛奶加红糖加热，姜凝乳酶的作用温度呢在70度左右，所以牛奶要加热到75度嘛。此时如果你随手拿了冰箱里的巴氏杀菌奶，就是需要冷藏的那种，恭喜你会收获一锅豆腐渣。此时你大概会怀疑是不是牛奶变质了，其实是因为红糖中呢含有草酸之类的酸性物质，还有比较高的钙含量，跟牛奶加热后呢就会起到凝乳作用，原理类似于用柠檬可以自制奶酪。如果换成常温奶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更小白友好的做法，就是牛奶加红糖加热到糖融化就停止。此时牛奶还不太热的，大概50-60度，所以常温奶、低温奶都行。跟姜汁混合后拿去蒸，记得盖个盘子，冷水上锅，水开后蒸8分钟左右。只要姜选对，这个做法100%会成功，再也不用担心温度了。这么做比撞出来的姜撞奶会稍微结实一点，口感嘛，大概比最嫩的嫩豆花再嫩一点点，入口还是会化掉，对我来说是恰到好处的。这碗呢是撞出来，但我在牛奶里加了一点奶粉，增加蛋白质，很明显结实了不少。表面还会有层奶皮，口感呢更接近牛奶布丁。那今天的宵夜甜点也就做好了，其实现在时间还早，要不来做个红糖枣糕吧，香香甜甜，明天做早餐正好。红枣去核，我试过不少给红枣去核小妙招，什么吸管啦、筷子啦，发现还是最简单粗暴的，拿剪刀剪最快速省力。剪好了全打碎，跟牛奶、植物油混合，让红枣吸收一下。面粉跟盐、泡打粉、小苏打混合。其实这个枣糕的做法是类似海绵蛋糕那种的，就是小苏打、泡打粉不是必须的，但是多加一点会更蓬松。红糖要打碎一点，不然一会儿很难跟鸡蛋融合均匀。开始打蛋了，打碎的红糖全倒进去，蛋液先高速打到差不多，再换低速，能去掉很多大气泡。打发到这样感觉很细腻，能画一个8字不消失。红枣倒进去随便打匀，面粉分3次过筛进去，每次都刮刀翻拌均匀。蛋液一接触到面粉呢，就会开始消泡，所以动作要快，别犹豫。速速拌好，倒入铺了油脂的吐司模具，磕2下，撒点芝麻，速速送入预热好的烤箱，大概45分钟。出炉再磕2下就好了。明日早餐完成。其实我觉得早上如果有令人期待的早餐的话，赖床至少能治好一半吧。最后我知道你们还惦记着那块枣糕呢，来切开看看，光靠闻的就知道它又香又甜，有浓浓的红枣红糖香味儿。
非常的蓬松柔软，里面有看得见的红枣颗粒。甜甜的枣糕配一杯咖啡，愉快的早晨就这样开始了。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评论、转发，同一币一键3连。